用冷漠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嗨，大家好，我是蜜儿。嗨，我是乔。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陪你一起探索自我，体验人生。耶！好，我们今天聊一个跟我们的节目名称超级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梦 dream。 OK， 不是那个梦想的 dream 哦，是就是你知道 sleep 的那个梦。好，对。那在这个之前呢，我要先讲一下，我是一个非常多梦的人，就是我常常会做一些很多梦，我每次都会记得，有感人的，有奇怪的，荒诞的。可是你跟我讲说你不太会做梦。我觉得我会做梦，而且我会觉得我昨天晚上可能会经历了什么，有点累，有点忙，但是起床之后我都不记得。我就很好奇那些人怎么有办法记得自己的梦，而且有时候都超 detail 的。然后我也很想要那样，因为觉得感觉很像看了一个免费的电影。对，但是有时候很累，因为你在梦里会被追或是什么之类的。哦，对，那我有帮你查为什么你不会做梦。通常我会啦，我只是不记得。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人是有时候会，你是知道有时候不会。你有做梦，但你不记得，还是你不知道你有做梦？我觉得有时候有做，有时候没做。然后做的话，我也不会记得。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做梦？就感觉昨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也忘太快了吧，小姐？啊？我觉得应该有些人跟我一样、就是可能有做梦，但是真的不会记得。真的假的？因为我查，因为做梦是其实人在睡眠有好多个阶段，一开始你可能是半梦半醒阶段，然后你会进入一个阶段叫做 REM， 就是 Rapid Eye Movement， 就是快速动眼期。对，然后它还会再进入非快速动眼期，就是 NREM， 但是就是他们会一直交错。那你会记得你的梦，是因为你在快速动眼期的时候醒来。那因为这个快速动眼期就是你是思想在奔腾，可是你身体是瘫痪的状态。这就是快速动眼期。所以当这个时间起来的人都会觉得我刚刚做了好多梦，我记得什么梦？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快速动眼期是比较浅眠吗？是这意思吗？我不知道好，应该不是，但是因为我上网查，他说应该两个都要有才叫做正常的睡眠。可是如果你是每次醒来都觉得自己没有做梦，非常有可能是你没有快速动眼期，你就变成是你的快速动眼期被剥夺。那这个事情就是不太正常的，这样会影响你的长期记忆跟白天的精神状态。对，所以是不做梦其实是有问题的。有做梦比较像是帮你把所有早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把那个资料重新整理的一个秘书小姐的概念，我可以这样理解。做梦是人的正常生理现象，应该是这样。那当你没有做梦，就代表你可能缺失了一些什么。那会忘记做梦是另外一种问题了，是吗？这个我没有查，我觉得你可能就单纯记忆力不好。好，对，所以你不会做梦，有可能你之前跟我讲你不会做梦，我吓死。我想说，怎么可能有人不会做梦？我觉得应该更好的去反思一下，说应该是会做梦，只是我不会记得，所以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但是又没有什么，但不太确定。你从来没有记得过吗？我有记得过，但是就是真的说，我最近的梦话，我真的不会记得。但小时候的梦可能会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是那种超级噩梦会被吓醒的那种，我才会记得。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聊聊我们彼此做过的梦。好，对，我还以为你今天没有梦可以聊，吓死我了。对啊，那你猜人的一生会做多久的梦啊？每天应该我猜应该很多人每天都会吧？对啊，我猜我上网查，他是说人的一生有6年在做梦，就是假设你活到80岁的话，你其实只活了74年，就你只有74年是不会做梦的。你那个6年就疯狂在做梦，等于说你可能是6年都活在梦境里，你不是活在现实生活中。所以每天的扣打可能是10分钟，但是你加总起来是6年，是这个意思？我没有算过每天扣打是多少，这太难了。我好奇这6年是怎么来的。I don't know， 这不重要，因为我不是统计学专家。好，然后呢？对，然后他说什么大约6年就代表你可能会有20万个梦，所以如果你把这20万个梦变成一个剧本，你就会变成畅销作家。那你可能会有点发疯，就很不符合现实的那一种。人看那些剧情，不就是喜欢看一些发疯的剧情嘛？越不正常越好啊，就那种越奇异越好啊。对，就是免费体验的概念。对啊，就是你一个人在变畅销作家。
好，那为什么就是会有梦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不想从科学解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些记忆重组或潜意识的一些你知道投射之类的。但我今天比较想讲的是很有趣的，从心理学方面去看梦境是什么。因为其实有两个学派，一个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派跟荣格心理学派。那因为像荣格心理学派有就是现在市面上都有专业的老师在教，对，但是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就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就是稍微浅浅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对，那如果弗洛伊德说梦是什么，他说梦是潜意识的展现，就是他会把你内心的压抑跟内心的欲望通通展现在你的梦境里。早上若有所思，夜有所想，就是这样。对，然后有可能你不敢想的，你不知道、不承认的，通通会在梦里展现出来。OK， 好，我觉得这点是大家普遍对于梦的看法。好，那荣格他的，我觉得也是很像，可是也很有趣。他是说，他觉得梦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象征。什么叫集体潜意识？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你知道怪力乱神的东西，就是其实有人讲说人是有共同的记忆的。你相信这件事吗？就是我相信啊，你相信啊？共同的记忆就是大家都会知道某件事情，但是例如说你跟好有趣，就是例如说 A 名人，然后你有一阵子会觉得 A 名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过世了，但事实上你再去查没有过世，然后你就问身边的人，身边人说他不是过世了吗？这时候就超悬的，这是某程度的集体意识。然后这时候我就很喜欢用一些平行世界、平行时空去解释，就可能你原本是在 A 平行时空，他真的过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跑到 B 平行时空，这个人其实没有过世，这真的很有趣。反正我只是突然题外话讲集体潜意识类似的概念是什么。然后他觉得梦是一个有点像是治愈的过程，就是它会让你更加成长，然后它能恢复你的心理平衡。它也是有说是跟潜意识有关，但是它比较是正向的去疗愈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觉得梦非常重要，是它可以修复你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举例来说吗？要怎么修复？假如说我在梦里见到我喜欢的人，这样算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吗？我觉得它的修复不是说给你要的那种修复，而是让你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成长，或是你正在纠结什么，然后你必须要，你可以从里面去找答案，然后可能去理解为什么。我好像有听说过这样子的，说某一种人好像会透过做梦去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嘛，或者是找到一个答案。这好像很像什么类似白日梦嘛，或是那一种，就是有点像是也算是一种或者预知梦，跟自己的梦在梦里咨商的概念，有点像。我大概知道，对，反正一个是就是单纯说你有压抑的欲望无法被展现，另外一个荣格是说它可以被就是成长，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所以这两个角度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然后你有做过预知梦吗？我就不记得你为什么记忆力这么差？我只有做过噩梦跟梦游。我对梦的那个，而且我也很好奇你说你很常做梦，我超常的啊。那你的梦是彩色还是黑白？哇，你这个问题真好，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说你记得，但是你说的记得是有画面的记得，还是你知道发生过的记得？我觉得我是知道发生过的记得，你记得感受，但是你可能不一定有画面。你现在叫我想画面，其实会有画面，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注意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那你现在可以看得到通灵哦，我看一下，然后就开始看。我觉得应该是彩色的，因为如果黑白的话，我会注意到吧，就是很怪啊。因为我好像有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黑白的梦是好像压力大，或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很缤纷的色彩，人生一片黑白，但我不太确定，但我不太确定，因为像我不记得，我就是也不太知道，到底是黑白还是彩色，真的假的？那你分享一下你做过的噩梦好了。好，我可以分享我做过的噩梦，可是我记得好像已经非常非常小嘞，就是我猜应该是10岁左右的那一种。然后我的噩梦是，我好像跑去一个停车场，然后有人在追我。大概就是歹徒的画面，我躲他找我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噔噔噔噔噔噔那种状态，所以我会看着那个车底下面的脚步，然后去找我应该躲在哪里，但就很像
在看电影的那个过程，你懂吗？就是我是主角，只是有人在追杀我。我知道。然后就是会被吓醒，然后全身都是汗，那种我就会记得。好像我很常做被追的梦，而且是从小到大都有，而且有时候被追的梦还不是只有被追这么简单，我还有梦过闯关游戏的梦，就是我在梦里好累，我要动脑，然后我还要跑步，然后我还要跟别人合作，然后我就觉得，而且每次闯关游戏的梦一醒来，我就会想说，干，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又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好累，但是又好好玩。所以你不用起床之后帮自己复习一下，你自己就会记得哦。我起床就会记得啊，可是我跟你讲，这个记忆力是慢慢衰退，就是你起床10分钟内你都会记得很清楚，可是当半个小时、1个小时后，你就会渐渐忘记，然后最后你有可能会忘记很重要的部分，有可能整个梦都忘记了。可是有些印象太深刻，我会记得，有时候我会记下来，就是不一定。因为我之前有看过网红，他就是把他的那个做梦笔记拿出来，然后附送给大家听，就是很荒谬。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想要学他。我必须一起床的当下，如果有做梦的话，马上把它写下来，才有办法确保我会记得。但那个东西都很诡异，因为你可能眼睛也半开的状态，所以你在写的过程可能就是几个名词，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念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这到底什么诡异的梦？这很有趣，我觉得梦真的太有趣了。而且我以前很常被追，我印象非常深刻。小时候我很常做一种梦，就是我被追，可是我会把所有的家人缩小放在我的掌心，然后握着，然后逃跑。然后我就有可能逃跑会跌倒或什么之类，可是我都会很紧张，看一下我掌心的人还在不在，在的话我就继续跑。这好像什么电影的情节哦？我不知道有可能。但是我那时候，我后来觉得我应该是超级想要保护我的所有家人，而且我就觉得自己是英雄。那你通常起床之后，你都会去反思说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吗？假如说你前一天考试压力很大，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就会考一个特别糟或是特别好，有吗？我小时候谁想这些啊？不会哦。你小时候想这些吗？就是，但我会觉得我做噩梦应该会是可能睡前看了什么可怕的电影什么这类的，就多少可能有点推敲的出来。我觉得生活上的所有一切都是给梦灵感，你懂吗？就是它有可能是让你梦境有一个新的角色，都是因为生活中电影上出现过的。那你有尝试解梦吗？我今天会帮2位听众解梦哦。对，我今天我用 Chat GPT 帮大家解梦。好然后我以前曾经一醒来，我有做过。我有把梦直接发现动，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梦，就是在我阿公过世没多久之后，我就梦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现动，我就在梦里梦到全家人在那个灶咖，然后吃饭，然后我就看到我阿公超胖的，大概10倍肿的那种胖度，然后大家就在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阿公笑一笑，因为他太胖了，他从椅子上跌下来，然后就这样翻过去，就很像重力摔，然后全部都笑，然后我阿妈就说啊，你看你阿公都安内啦，大概都假干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这个梦好温馨哦！然后我一醒来，我就觉得我必须要记下来，我就立刻凌晨5点多还是6点，我就立刻打在限动，然后分享给大家。哇，这个梦好棒哦！这个梦好棒。然后在延伸，在我阿嬷过世之后，因为我就一直很想梦到他们。然后有一次，可是这个梦就没有这么可爱。这个梦就是就是我在乡下的一个摇椅上，然后就突然看到，就是阿公怎么在那边？然后我就问阿公说：“阿公，你不是死掉了吗？”然后他就说，好像他有说什么香蜜啊、戏、香蜜戏之类的。然后我就好像有知道他好像是暂时回来，我就好像跟他讲说，一直跟他讲说：“阿公，我就爱你怎样不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我都没有跟他们讲过这句话，趁现在快点讲。然后在那个当下，后来阿公又消失了，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只有阿公回来，阿嬷呢？然后我觉得我的梦就是我自己掌控。然后后来我就梦到我阿嬷就躺在他平常最爱躺的那个床的某一个角落，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因为那时候我阿嬷刚过世没多久，然后我就看着他也是重复说阿嬷我就爱你，然后就抱着他，然后我就知道他会消失，然后之后这个梦超感人的，就是我抱着，然后之后一醒就一睁开眼睛，在梦里睁开眼睛，然后他就消失了。可是我想说幸好我今天把我要讲的话都讲完了。那你相信托梦吗？我相信，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被托过梦就是我都是梦到我自己的剧情，就是我都觉得是我的剧情。但是你不会觉得像刚刚那个情境比较像是你的阿公跟阿妈就是想跟你回报说我们都过得很 OK， 就是他托的梦可能只是跟你说他们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你会有这种想象吗？我其实没有这种想象，我只是觉得
是你很想他们？是我很想他们，然后我把我想讲的话传达给他们了，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想象。因为我觉得托梦感觉是要我没有设想到他们要讲的话，可是我总觉得我都设想到他们的反应，就不太一样。然后我不知道可能问我弟他有没有梦到他们过。也是，对，这就是很有趣的。那我我想听你分享你那个梦游的故事，因为我弟也会梦游，我等一下跟你讲我弟怎么梦游。好，我跟你讲，你弟会梦游，那他应该是小朋友的时候发生的，对，他是小朋友的时候。好，梦游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诡异，因为我们家是3个小朋友，就是我们家是3个女生，那我是排行老2，但是大家都说梦游可能会因为遗传的关系，所以可能我生小孩也会梦游，但是我们3姐妹里面只有我会梦游，而且是真的很夸张的那一种。小时候吗？对，小时候，因为我现在这么大应该不会梦游，我可能会需要看医生。对，好，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因为我们家以前是透天厝，然后我是睡在2楼，但是我会就是睡，然后就会起床，然后踩着楼梯。好危险哦！你竟然踩楼梯，踩着楼梯下楼，然后我爸妈他们就在客厅就是看电视，然后就看到我下来，然后他们也没说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会梦游，然后我就跑去那个垃圾桶前面就开始翻那个垃圾狗你狗然后我妈就很傻眼，就想说这次又是怎样，然后我妈就说你在干嘛，然后我就说我在画画为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天哪，真的很荒谬就是但因为我真的太常做梦了，所以我妈基本上就可能是在旁边看着我，就是不要发生什么很夸张的事情。假如说我不会去吃垃圾的话，她就是不太会阻止我。但是通常在梦的那个梦游的过程中，我会醒来的时候，我在那个瞬间我都会被自己吓到，就我在干嘛？所以你醒来你在别的地方是吗？对，好可怕哦！就是我醒来我在挖垃圾桶嘛，但是我会怎么了？这样好可怕就是你很像断片嘛，对，有点类似这样。那这是一个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案子，但是我非常非常多次是我睡，假如说我是2楼，但我会去3楼，可能找我爸妈睡，或者是我睡在3楼，但是我跑去2楼，可能找别人睡。就是我会在睡梦中走来走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会走楼梯，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很危险很危险，但是因为梦游它基本上就是大脑中我会思考逻辑那一块，它是非常他在睡觉，简单来说他就是在睡觉，但是我的一些基本的行为或者是讲话的一些行为还是在运作，它是非常激活跟活跃的，所以我的大脑就有点像是有 bug 的状态，一边是在休息，一边是非常活跃，所以但我本人不会有任何的认知，因为我的就是大脑思考的那一部分它是在睡觉，所以我起来的时候我都会被自己吓到，我怎么了？然后甚至是我有时候我会睡觉的时候大哭，但是我会好可怜哦，压力很大吗？没有，我跟你讲，我可是小朋友有什么压力？小朋友没有压力吗？我就是大哭，但是我会被自己的哭声吵醒，就是我很像灵肉分离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我妈那时候很可怜，就是很常因为就是你知道小朋友这样的话，大人一定会非常在意，脑子是怎样。还是就是被鬼怎样弄到或者什么那一类的。那你有查为什么会梦游吗？其实小朋友很容易发生，是因为小朋友的脑部在发育，所以他某部分不太正常的状态，其实他可能某部分在发育，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是正常的。说是正常，可能是正常，但是如果是大人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是睡眠障碍啊。因为应该说都是睡眠障碍，只是小朋友的这个状态比较像是大脑在发育啊，但是会随着年纪长大，然后就慢慢消失。对。但是我一直深刻记得，我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要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一起床，大人就会很惊慌失措看着我，然后我想说我怎么了？你知道，我就很像一个那个什么《最后大丈夫》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很像喝醉的时候乱做什么事情，然后一起来就想天哪，我做了什么？你小时候就有那个酒醉经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小时候就酒鬼啊，就是很像渣女，一起床发现我身边睡那个人不一样。我弟小时候梦游也很夸张，因为我们以前乡下的那个垃圾桶都不会铺塑胶袋，是铺报纸。好细节哦，好，就是他会铺报纸然后他会起来，他通常起来都是要去找尿尿的地方，可是他会直接尿在那个垃圾桶里。这很像喝酒醉的人会做的事。对。
然后而且重点是屡试不爽，他总是会起床在这边尿尿。然后因为有时候大人跟我我阿公阿妈跟我都睡着，根本就不知道，可是起来就看到这边有一泡尿，就是湿湿的。那你们不会把门锁住，然后让他增加那个难度，很像那个梦游先生增加难度？因为垃圾桶就在房间呢。对啊，他而且因为他每次尿那个，你知道报纸就是吸水，那应该为了你弟铺一个那个塑胶袋，后来就铺塑胶袋，因为真的受不了。他好喜欢，他很固定因为我发现我是没有很固定，就顶多可能就是哭，还有走楼梯，但是行为都没有一个可追溯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我弟就是始终如一，然后因为那时候他真的梦游太多次了，乡下你知道大家就想说啊被收惊对，然后我阿公阿妈就帮他收紧，但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乡下的熊家很有趣，就是他会把那个生米就是生米拿出来，然后上面插香，然后放在神明桌拜拜。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物理现象吗？就是他原本铺的是非常平的米，可是每次拜完隔一阵子回来看，上面就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那就是米过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真的吗？没有办法跟你说，信者恒信，不信者就是不信。然后重点是，好像收了几次，他就不梦游了真的。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一切神秘力量，我真的是不知道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家长好了，然后你小朋友这样梦游，你会觉得你会比较相信哪一派啦？就是你会觉得小朋友的大脑在发育，你就让他这样，只是你要确保他的安全。但是另外一派是说很担心小朋友再这样下去会怎样，所以帮他休假。我一定会帮他休假，因为他这样子我也睡不好，我不用睡了就累死了。我再跟你分享一个，因为我发现就是梦游这件事情很神奇，而且其实老实说也没有人可以很断定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怎么根治。就是大家可能会说压力啊或者什么情绪啊之类的。但是国外有一个案件是说，他在梦游的时候去杀了自己的岳父岳母，然后他是开车他是开车从他家去他的岳父岳母家杀他的岳父岳母，然后他再开车，他不是回家，他是去警察局报警，他就是自首，你知道吗？等一下，你确定他在梦游吗？对，还是在梦游，因为就整件事情很荒谬，但是他到警察局的时候，他就说：“我杀人。”然后后来他惊醒之后，他就说：“我刚刚都在梦游。”而且最后他也是被认定是真的是梦游，只是整件事情的细节，我就觉得好神奇。岳父岳母死了吗？好像有一个是活着，但一个好像死了。干谁要哇？我就觉得梦游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如果你的女婿是这样，谁防得了啊？好可怕哦！对，我觉得他那种就是需要去用家，我觉得应该直接进那个精神院所要去治疗了吧，好可怕哦。对，就是梦游，就是小朋友的话就是可爱啊，翻一下垃圾桶就给他翻。我觉得太可怕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想要来，因为我们有征稿，就是一些梦的稿，然后我们想要特地挑2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梦。其实大家非常活跃，就是很热络的分享他们的梦，就很有趣啊。好，在这个之前，我想要再讲一下，你有就是预知梦这件事情，我想要分享。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有过，就是有时候你会在某个时刻、某个瞬间觉得干。这个我为什么讲脏话？是 déjà vu 的感觉，déjà vu 就会觉得，哇塞，这个是我好像梦过的情景而且可是通常我的预知梦都是一些很无聊的小事，例如说我拿文件给你，然后你跟我讲了什么话，就这样子，好烂，就是一个片段，可是我每次都有一种，我好像有梦过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我的预知梦很烂，不知道在干嘛，而且。我上网查一些名人的预知梦啊，就是有网络传言说，那个林肯总统他在暗杀的前几天，他有在梦里看见自己的死亡。Oh my god！ 然后还有知名作家马克吐温，就 Mark Twain， 他有梦见自己弟弟过世，然后过没几天，他弟弟真的过世了啊。那这种预知梦才是最可怕的预知梦。对啊，这样知道好像没有比较好，因为你还是发生了。对啊，对，就是而且你如果梦到，你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就提心吊胆。所以你的预知梦就是一些你在当下可能觉得我好像梦过，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说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对，就是没有意义。你可以再修炼一下。对，然后还有一种梦是清醒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梦过，就是我在梦里深切的知道自己正在做梦。而且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那个会不会是很浅眠啊？就是你自己在编剧，你就说我想要做这个梦。有可能，但是重点是我以前是在梦里，然后我记得有一群小朋友，我很小的时候，一群小朋友在跟我忘记在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做到一半，我就突然跟他们讲说：“你们知道我们在做梦吗？”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正在做梦哦，所以等一下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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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要听我的，控制欲好强。对，我小时候什么编导，我小时候就是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正在做梦，所以我们等一下要避免什么事情。我印象很深刻，我有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很像导演嘞，就是说，那个演员一定要干嘛，演员二等下3、4、5进来。对，而且我有时候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我会想要试试看。我设想的会不会成真？然后我记得我会在梦里想说，等一下我希望什么东西出现，什么东西发生，然后它就会发生。然后有时候没有发生，我就告诉自己说，是因为我不够相信。然后我现在想起来这一切，我就会觉得，这不就跟现实生活讲的显化是一样的吗？就是你深信哪件事情会发生，它就会发生的那种感觉。所以也许我就在那边幻想，也许我们在这个现实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梦境啊，那就是梦游小姐行走中的由来。对，没错，就是很有趣。我觉得我们各种就是都有串联。我有这个想法，然后当时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没有连接到我以前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思考下来，就觉得这一切都连起来了。好，然后。大家如果真的想做清醒梦啊，其实网络上有几个小撇步可以做做看清醒梦。第一个就是你要白天定期的检视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但我觉得这个很白痴。打我可以打自己，你要怎么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打一下自己吧，或捏一下自己。然后再来就是睡前你要暗示说，等一下，如果在梦里我会知道这是梦。就是你在睡前暗示，我觉得最近我要试试看这个方法。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记录梦境，就是你时常记录梦境，你就会有一个脉络是原来这样子有可能是梦，这样。所以它就是这3个方法，让你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达成清醒梦。我觉得清醒梦很好玩。你有这3个步骤，你有真的尝试过吗？这是我近期才查到的资讯，但是我之前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记下梦境，其实很多人都做过这件事。然后睡前暗示我没有做过，但是我有时候在梦里我有时候有意识的时候会想说这是梦嘛，这样子，很好玩。有时候在梦里会很笨，有时候会很聪明，这很有趣。好，然后我要来因为我们有几个投稿，但是我就先选了2个，就是很有趣的梦，但这个梦就是有点长，所以大家就先听我念念故事好吗？你会全部念完还是就是我会全部念完 ？OK， 好，就是这是一个听众，也是一个朋友，叫吴博化，他是一个网红，我讲他的名字可以吗？我不知道，是你朋友？他是因为瑞认识的朋友。你可以好，反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短发女孩。短发女孩她说，梦里在深夜，我跟这个朋友有说有笑的要去找另外一个朋友玩。我们坐着 Uber 到一个奇怪的陌生地点，非常蜿蜒然后很深的一个小巷，很像就是 Google Map 有一些深山会一直绕的那种地方。他下车，里面有2个看起来很凶狠，是黑帮外形，2男2女的人在那边，可是行为看起来很正常。他们觉得有点担心，所以还是趁了空档拍了一下门牌给家人群组说，如果这2天没回来，请你们来这边救我。他在梦里好清醒哦，这完全是一个电影啊！对啊，电影都这样演的。对啊，他在梦里是一个聪明人然后他说后续有些模糊，然后他后来就好像在那个地方就入睡了，然后隔天起来，那些看起来更多看起来像2人的家里就来家里玩了，然后他就还在家里打什么3-3篮球，那什么东西你知道吗？3-3篮球3-3篮球然后还有人在鼓噪跟看电视啊，然后他因为很爱篮球，所以他在梦里那个状态非常兴奋。这时候电话就响起了然后接起电话的人有些凝重，在确认的某些事情，就是有几个人几点几分，突然窗户玻璃被丢了石头然后大家就一阵安静。他马上知道是家人来救他，可是他其实不太需要被救，因为他觉得这些2人就是很 nice，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跟这些2人讲说我的家人来了，因为他们担心我。然后他就爬出窗了，他还不是从正门离开然后爬到一半还一直回头跟那些2人道歉说你们人真的很好，但是因为我家人就是来找我了，所以就是我必须要回去，但是真的很好玩，下次音乐季请你们喝酒。然后里面还有人大喊说要美酒哦，然后就好像一场感动的道别这样子然后爬出去后遇到担心我的家人，然后其实还有停了一堆车跟
跟家里很多人的情况其实也很符合。我妈带上了2个同事跟朋友，然后他觉得这个故事就非常感动，就这样结束了。可是他醒来发现，那个朋友一开始跟他出去不是他是去跟他一个朋友去玩嘛，就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切看似很美好。那这个呢，我就因为现在有2个学派嘛，一个是弗洛伊德，一个是荣格，那我就用弗洛伊德的学派帮他解梦，就是他说深夜蜿蜒的小巷代表你内心的不确定性跟潜意识的探索，小巷代表你的潜意识的深处，你正在选择去探索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你最近在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可能是一个新的关系、新的职场挑战，或是个人的成长，这是一个代表。那黑帮外形但行为正常的这些人，可能是你对于某些事物的刻板印象，其实你接触之后发现他们不可怕，而且还能跟你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他在暗示你说你的现实有一些事情你可能会有担忧或成见，但是事实比你想象的更加美好。还有一个是通知家人地址跟担心被困住，代表你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理性自我防卫机制。那它可能是你的超我在提醒你要保持警觉，不要因为沉浸在新环境中而失去自我。另外，梦中篮球比赛的快乐时光代表说，这是一种欲望被满足的体验，代表你可能在最近的事情上找到了新的热情，有可能是你喜欢这个新的环境的社交状态。对，那家人来救你，你不需要被救，其实是有点代表你内心的冲突。一方面享受这个新环境，一方面你会有一些现实的束缚，可能是家庭，可能是社会的期待。那他其实在提醒说，你应该回归，就是家人的象征，可能在提醒你要回归一些安全跟理性的环境才好哦。但是这个都取决于你，不一定你要这样做。最后消失的朋友象征是你可能正在遗忘或放弃某部分的自己，那这个也可能是你放弃了某段关系或是某个价值观，其实你这个是对你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你选择遗忘了。然后因为这个女孩她最后有说她其实在打这些梦境身体还有麻麻的感觉，那这个有可能是代表你在潜意识其实在抗拒回忆这个里面出现的人，或是这个朋友，因为他忘记那个朋友嘛，代表这个朋友或这个人是让你感到非常不安的真相。那身体在跟你讲说，你里面还有个未解的情绪、未解的态度在发生，他只是在提醒你这件事情。你这个是用 ChatGPT 刚刚说你要这个学派的解梦，对，很深入很深入。然后我也觉得很有就是道理，就是各种它就是代表你的潜意识，每一个形体都是一个象征，不一定是真实的事件。就是朋友不代表是那个朋友影响你，是那个朋友所象征什么事情。对，所以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你不觉得他的梦很完整吗？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电影。对啊，而且是很有逻辑。他的梦很有逻辑，但是接下来下一个这个女生叫 Renita，她的梦非常的没有逻辑。但是他的梦也我觉得是很这个解释出来也很有趣。对，我会分享给大家。就是他说我今天梦到这2天他其实一直在头痛，然后在梦里他也在困扰头痛这件事情，然后结果他去问事的时候，他那个阿姨说后面跟着一个人，所以他才会头痛。他的梦好可怕。对啊，好可怕。然后结果他因此整个人睡得不好，然后一直觉得旁边有一个鬼，他就在梦里，他在梦里睡觉。然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转换到一个他跟一群朋友到欧洲意大利的某个小岛上，他们进去一间超级漂亮的房子，然后主人也很热情的出来迎接他们，完全超级开心，很像在度假那种感觉。然后结果殊不知那群朋友里面有一个是他上一个的约会对象。等一下剧情又烽火，就整个翻转峰回路转。对啊，然后他那个对象其实在现实中他们还算是OK 的朋友，就是还是会互相关心近况，只是不是约会的状态。然后他在梦里还是正常的跟他聊天，跟大家一起玩。然后因为那个房子他不是在那个很漂亮的房子嘛，他要一直爬上爬下，而且那个房子是有靠近湖边或是海边。然后他要爬上爬下的时候，那个约会对象男生就非常主动的要过来抱他下去。然后他就非常惊讶，然后他就记得他准备要跟他聊一些深入话题，他就醒了。然后他想说这个梦的前后差异也差太大了吧。他的起承转合啊，鬼片
然后中间是什么啊？中间是还在铺陈，后面是爱情片结束，中间是普遍级的合家欢乐观赏对影片，然后突然变成爱情剧，对，还是欢乐大喜包，对，欢乐大喜包，对。然后这次呢，我用荣格心理学的学派来解释，他呢第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头痛而有个人跟着你，代表你近期有一个非常焦虑的事件，没有解决的阴影在造成你的心理负担。那鬼的形象代表鬼其实不是鬼，鬼代表它是一个未解的情绪，可能是压力、罪恶感、害怕等等，蛮有道理的。对，那第二个梦，欧洲小岛，这个场景代表的是自由、冒险、享受的一个象征，代表你有可能是想要逃离压力，贯穿起来了，压力很大，所以想逃离。对，还有寻找新机会的渴望。OK， 那旧约会对象。感觉是你有可能在探索你跟他是否还有情感连接，那也有可能跟他无关，有可能只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就这么简单。那主动抱你下去，有可能是代表你其实心里是渴望被呵护的，你也需要安全感，你也希望是跟人有进一步的发展。说不定他这边的爱情对象不一定是爱情对象，因为你像是职场上的贵人，他希望有人伸手一把抓住他，接住他之类的，有可能。但是因为他这次讲的是约会对象，所以有可能是讲的比较像是亲密关系的状态。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梦其实是有强烈的对比，其实有点代表说他的生活一方面有着不安，然后一方面他又很渴望有更舒适的状态。突然觉得好像在讲废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梦听起来很没逻辑，很跳跃，但是你这样解释之后就觉得很 make sense， 就是很有 make sense， 对对对，很有逻辑了。Yeah，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因为我就是再去继续问 GPT 说，可是你不是说荣格是集体的潜意识吗？那你刚刚解释的这些跟集体潜意识有何关联？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当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是有梦到岛屿或者是旅行等等，其实它就代表你在探索内心的意思。其实你正在探索你自己的内心。那像房子就是代表是自我的象征，然后如果你一直在房子爬上爬下，就代表他刚刚不是在爬上爬下嘛，代表说你其实一直在挖掘自己的意识、潜意识，因为有可能你往上爬是意识，往下爬是潜意识，所以你就是一直在这之间穿梭。好细节哦，对，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的约会对象的出现不一定是他嘛，但是因为好像我讲的不一定正确，但是荣格好像有分两个象征，一个就是比较偏女性的象征，一个偏男性的象征，一个叫做 anima， 一个叫做 animus。然后前约会对象的出现有可能就是 animus 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它代表的是你在里面的阳刚，内在的男性能量对，内在男性能量就是如果你在看到你的这个约会对象，你没有非常惊讶，你可能有点吓到了，代表你其实没有在抗拒你内在的男性能量，你可能已经开始在接受它了。然后你有可能更多有主动性跟行动力的特质，就是有点就是古代刻板的男性的特质会准备出现。那准备谈更深入的话题，可是你就突然醒来了，有可能代表你对这段关系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理解。就如果是套用这个关系的话，你还没有真的完全理解，也还没有准备好再深入挖掘。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很有趣。而且如果你是在从恐惧鬼片到合家观赏到爱情剧，代表其实你正在把你的恐惧转换为力量，去探索你内心的原因。听起来很棒对啊，你这个梦其实超级正向的。对，我觉得很有趣。你正在心灵成长，这一切就代表，所以荣格就是会讲说，不只是潜意识的表彰，它也代表你正在成长。就是这个梦是会告诉你的状态，也是会让你更加成长的。好棒哦！我也想要做一个梦，然后来分析看看。你现在开始可以记下你的梦。好，我就那个床头就放一个那个纸跟笔。对啊，你可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都可以大家可以丢进 GPT， 然后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什么心理学派的解梦方式。因为当他解释第一次你觉得还没有很懂的时候，你可以再跟他讲说，我想要再更了解每一个梦的细节，或是每一个场景的细节，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很好玩，真的耶，很有趣耶。对，所以其实总结来讲，梦对我们来讲是有时候你会很困扰，可是它有可能就是在提醒你某些事情，可能某部分很压抑，但是在梦境中你很奔放，所以你反而不用被拘束，你就可以非常自由的做你心中
若有所思的一些东西。对啊，还有可能是帮你统整你的一些焦躁的思想，有可能是你混乱的想法，但也有可能只是在提醒你某些事情。所以如果你深入去了解你的梦，也许你会得到些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不是以前比较阿嬷那一代的就会说什么梦到什么乌龟还是蛇，然后是生什么，然后对，梦到什么是生什么，我就觉得他好奇他们那时候到底怎么样，就是验证这一切。可能就是古代传说留下来的，蛮神奇的。对，每个人对解梦好像都有不同的派系吧，我猜。对，大家如果想，因为我们今天也只是一些网络的资料以及AI 大神跟我们讲的，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话，其实可以去听一些专业心理师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听他们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今天听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不管是梦的一些派系的说法，还有很多网友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网友他们都有投稿。那我觉得今天透过这样子的分析，我也觉得我也好想要马上去做一个梦，然后马上来分析，感觉会非常好玩，就感觉很像在占卜自己的感觉。对，很好玩。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很想知道，可以自己去找 GPT 聊聊哦。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就是因为我们做下来也是需要一些鼓励的，所以你们可以在我们的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或是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留言给我们5星好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谢谢大家，拜拜。